2026年6月26号凌晨4点10分左右了。现在在江苏省镇江市非常著名的永安路美食街，已经天快亮了啊！哟，小猫咪来了，还是它吗？之前这个黄猫吗？咪咪，哟，我估计是那个黄猫了。他们俩又搞到一起了啊！骑行着跟大家复述一下吧。那么走那边吧，前面也比较单调，其实。那附近吃的还是挺多的。2个小时前啊，因为我看了一下天气，在家里面，这天气终于白天是晴天哦。我在这边待了1个礼拜，有些观众也知道，其实过去几天我一直在等这个天气。天气好了嘛，我想着直接去上海吧，直接去苏州、南京都可以，算可以开始拍摄嘛。我在家里刷完牙干嘛，洗完脸，因为2点多了，快2点了，我还想买个票直接出发吧，刚好2点多，有这种绿皮火车到上海到哪里哦，对吧？我一买票我懵逼了，我傻帽了，因为可能最近也没坐车，这1-2个礼拜搬家什么的。最后在泉州那边的时候，我也都是骑电动车拍摄的，在泉州也是经常就是没有夜里买票，它都是白天的动车，你们跟着看也知道。我一买票打开12306，它一提示完蛋了，凌晨1点到5点买不了票，它12306它是关闭的一个状态，你懂的都懂。我在想，有时候它飞猪你加点钱可以让你强行买票的嘛，我赶紧打开飞猪看一下，也买不了票这个时候我也经常去火车站，我知道的嘛。它这火车站呢，如果24小时营业的，它还有一个人工售票的窗口。我就下楼赶紧骑电动车来到这个镇江火车站，都2个小时前了。我到那里，我到北广场，电动车一停到那里，这上面那边还有拉客的，就那种住宿什么的。我问了一大爷，我说这北广场晚上不开放啊？我刚问完，我一抬头，是他北广场是营业到白天就不营业了，不是营业到晚上7点就不营业了。你要走南广场，它也是确实是24小时营业的南广场，那边确实应该大概率有个人工窗口可以让你买票的啊。我这个镜头是不是没擦呀？还是这个灯光有点黄啊？不用管它了，它应该是画面应该是正常的反正来不及了。我到那里一折腾，因为它2点48最后一班的车绿皮车，到苏州到上海了，就那一班车最后2点27的没赶上嘛。等一下好了，对面是第1楼街。我盲骑现在我都知道，你看这环卫工人都上班了。他这边这个城市洒水车也正常的，夜里是不是反正2-3点洒的？刚说到哪了？没赶上车，我想着回家睡觉吧，我也有些不甘，就内心其实有些兴奋。天亮了，终于可以到旁边一个城市去拍摄，拍起来嘛。赶不上，那我就骑着电动车，各位，我就在城市里绕了1个多小时。我一看着天快亮了，也饿了，买个早点吧，这时候干脆就拍起来了。我挑了一下，它附近吃的还是挺多的。你只要在这个永安路美食街这个第1楼街这里现在这里晚上还挺猛的这些摆摊的4点多了，再1个小时天亮了，大概4点50天就亮了。这摆摊的我不是说他们没摆价格吗？他们现在营业有弄垃圾了。绝对烧烤这边也都吃着呢。左边还有一个茶百道也开着吧？茶百道是这家，茶 Panda， 这开了个什么烟酒的购物还要送个花篮吗？那也没多便宜，那水还没有在泉州的时候便宜呢。12提的那种，这边都是9块9，那农夫山泉的蓝瓶的。
啊，我现在点了一个这种包子、胡辣汤什么的，就当早点吃吧。我想了一下，也不用回家了，没什么睡意啊。人一兴奋就没什么睡意，还想着赶紧到旁边城市去看一下。等下5点多啊，最早一般是5点58的，还有1个多小时。我等下买张票，我看去哪里，大概率先去南京看一下吧。我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坐的地方呢？等一下干脆啊，跟着谁啊，搞得像黄道婆一样的。等一下啊，是个男的，像元代的黄道婆一样，织个衣服一样的感觉。这里这夜宵也挺猛的嘛，不是？那边也能坐是吧？等一下找个地方坐啊，现在是拿着路上，坐这里也行啊，坐这里也行。它是一个王氏什么的，是淘宝1号吧？我见过了，好像是这家，在一交叉口，好像是这家。南京小笼包，是他家，是他家。我拿一下吧。这里人还挺多，那面还吃着啊！各位，我已经拿好了。这个家伙是干嘛的？他拉什么东西的？他拉的是那种餐具啊，他拉走去洗吗？洗了再送回来吗？是这样子吗？那个右边药膳记还开着，这个第1楼街也是干到天亮的。我这是偶然间来这边发现的，这环卫工人也上班了。各位，天已经亮了，看到吗？看到天已经亮了，现在才4点19分，我刚看了一下时间。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白天时间，也说长不长哦。彻底的进入夏天的一个节奏了。我不知道您在哪里啊，各位。我们偶然间还是能发现这个城市的一些，别说这街景都是小问题啊，这种街景也都是说看腻的、看多的一个状态啊。你看看这天，各位，已经亮了，4点19，基本上天就亮了。我也是偶然间没睡着。我今儿前几天出来就是半夜洗个手还是干嘛。也是发现4点40多天就亮，你看一下各位，天亮了，它不是你以为的就是，5点半天才亮，不是，它跟宁波也不一样啊。宁波反正我记得夏天也是早上也才5点多天亮嘛，现在4点多天就亮了，各位，它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啊，30分钟之后，这天亮得更狠。晚上我们上几个视频不是拍了那个哪里？这个城市这种车是非常多，这种小车子。傍晚我们不是在长江边上吗？这就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到对面找一地方坐吧。要么到那个视频开始那个龙虾那里也可以。晚上天黑大概7点45左右。早上天亮就是4点多天就亮了，就6月份了，基本上7月份也大差不差。我其实前面那南门大街那里也去了，那边有好几家卖早点的，都是卖那种碱的包子啊什么的，是右边不是右边。坐在这边上吃也行，这里都不够亮。我之前吃那个嘎嘎香盒饭，是坐在那个龙虾店那里的，他那个以后啊什么都摆在那里，我已经很熟悉了。现在接下来你会看到的，啊，是这里，我差点走过了，到前面就到那个，现在也是南门大街啊。那前面我本来在那里要吃早点的，就刚刚大概20多分钟前，我发现这时间耗的也挺快的，各位。一下子就天就亮了，你看上面这万豪酒店上侧面它亮灯率很高啊，这上面那些富家子弟啊，就有钱人他们过的都是那种不睡觉的生活。我是发现了，就2点半左右，我是逛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上面侧面你要看那边，从那个角度啊，那小鸟早上3点到5点是最兴奋的，就喳喳叫。我说啊，上面人富家子弟，他们都是非常疯狂的在上面。
这个也是卖早点还是干嘛的？凌晨4点的那个永安路你没见过吧？这个城市好多流浪猫啊，而且是那种非常健康的、肥嘟嘟的壮壮的那种。我就过去1个多小时，这里还有一个胖球砂锅，这里有几个胖球砂锅，右边还有一个。我记得这边有个胖球砂锅吧，它的煎饺挺好吃的，就这里。我那天还不好意思，这里还有一个胖球是吧？那边怎么又有一个胖球啊？好几个胖球啊！然后我可能是摆摊还是干嘛？就坐到这里吃好了，好吧？它的油什么都摆在这里，我们坐到这里吃。摆摊的是吧？哎，他是摆摊的，我们坐到这边。刚刚说的什么油啊？就这个，它这个油啊什么都放在这里，包括这操作间。我上次也坐在这里买那个东北嘎嘎香，我现在屁股下面有个椅子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你能猜多少钱吗？我刚刚看到他店里好贵啊，这没价钱是吧？6块9啊！就这小笼包加这个胡辣汤，我把这个醋啊倒到这里面了，啊，简单的将就一下，这给他吃一下好了。他店里的这个要9块钱，还有那种什么其他的16块的小笼包。我们尝一下吧。这胡辣汤香菜什么也没放，也没得选，尝一下好了。感觉豆皮就这种尖装豆腐比较多。它还有这个金针菇的。这个符合我的味道，我不太能吃辣，这玩意儿我也很少吃，因为它比较辣，有些那个胡椒粉一放的多啊，就容易辣的你胸口子疼。蘸点这个醋吧，它一袋醋我给它倒到里面。里面放久了吗？那个馅儿好新鲜啊！这手工包子吃得出来，各位我赚到了。我给大家讲一下啊，它的淘宝闪购6块9，在美团上是8块5，京东大家没上，几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到加上嘴里的总共有8个。哇，这我赚到了！这里6块9这2份，改天再薅一下这羊毛吧。它有些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讲，它有些上面单上没价格，他老板也不知道多少钱，反正他也就挂在平台上卖，他也不知道价钱。然后他实体店生意又很忙，他有24小时营业的，他有时候他也不看价钱，或者说呢，他看价钱，他知道价钱，他也就是亏着卖。这个肉馅好新鲜啊，灌汤的，那吃到嘴里是先吃到它这个汤汁儿，然后有这个醋。哇，好吃！改天多薅他家的羊毛。我等下再买一份，买2份也就13块钱，我要笑哭了。他这个是店里要9块钱的，本地人可以讲一下。这个肉馅太新鲜了，你看我不由自主的想一直吃这个，因为好吃。一口一个小朋友，还有汤汁也刚刚好，就那种反正我曾经吃过的比较正宗的那种汤汁的小笼包。再喝口这个，它这个胡辣汤也自创的，我没见过这胡辣汤放这个金针菇的，它洗的面积也没有吗？反正葱什么也没放，也没得选。他自创的这个胡椒也好像没放，他这个还有鸡蛋，这鸡蛋吗？你看着像什么？是鸡蛋，胡辣汤还有鸡蛋，各位，我第一次吃到这种。自创的，反正味道还可以吧，要再放凉一下。你看我给它吃完了，他这个老板真的很随意啊。你看看他这里还有一桶油呢，就还有一桶油。
啊，有人说在哪是吧？你这个水那边好像是那个对面苏宁广场，你说在哪？你自己查一下这些店铺的名称。我上次也是坐在这里。好了，各位您参考一下吧。这里可能算是今天的一个起始。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视频啊，先小打小闹一下啊。你说4点吃个小笼包，薅个羊毛6块9毛钱，先预热一下。下一个视频我们去镇江火车站，我大概率去南京吧，因为去南京的话，它的弹性是非常大的。你如果像这样子，我不知道白天累不累，如果光累的我赶紧回来。如果去很远的地方，去到苏州上海那里的话，他晚上不一定能买到票，还得站票站2个小时回来，不一定。所以我说大概率可能去南京。就下个视频我们到火车站，然后正式开始。这个视频先参考一下吧，补充一点能量。它太随意了，你看它的插座还亮着灯呢，就是说你用它的电都可以用啊，水壶什么都放在这里了。就是说你现在夜里啊，你自带什么泡面来这里煮碗泡面，在这里吃完，他也不知道。这家店太随意了，你这个店铺应该弄什么东西遮挡一下呀？我第一次做的时候，那东北嘎嘎香在那巷子里面吃那个饭嘛。好了，您参考一下吧。我觉得赚到了，这么一份6块9，上面没价钱是吧？我下单了，你这个上面我自己系统里有价钱。各位，我吃完了4点38。刚刚那个叫的猫咪啊，是个刚出生的那种三花猫。我逗了它一会儿，它就钻在那桌子底下面。它不太敢靠近。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4点38，天亮了，各位，这是苏宁那个楼。4点多天就亮了。你看一下你的城市，各位，就这几天啊，6月26号左右我大概录个几分钟吧。我看了一下，刚刚是不是废话说太多了？已经15分钟了，拍了。我把那胡辣汤喝完了，这环卫工人都上。路灯关掉了，4点40关吗？你看，路灯也关掉了，还捕捉到了这个场景，这彩蛋还加对了。它可能4点39、4点40关路灯。各位，现在路灯关掉了它这两个这边有一些还开着路灯啊，绿灯我们先左拐一下吧。这个城市，我相信本地人都没有见到过自己城市大概4点到5点之间这个情况，就市中心的一个情况。对面是一个商业城，到中央大街那边看一下吧。那上面亮灯的，就那万豪酒店的那些，我估计是一些反正是有钱人吧。万豪的房间起步价要800块、1000块住一晚呢。早上小鸟是最开心的啊。路灯这边也关掉了这个小细节好像。其他城市我也没碰到过，因为我也没有说4点多出来拍视频的。今天纯属一个就是偶然的情况啊。其实当时啊，就大概2点10分，我在那镇江火车站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地下通道了直接走到南广场，应该有卖票的。我坐上那个列车啊，现在我估计已经到达上海了。应该到达上海火车站或者松江站了，我当时也没看清楚天亮的这么早了，4点半天就亮了。他这个关路灯是不是有个人控制啊？他看着外面天亮了，所以给他关掉了。这关的也比较合理，确实天已经亮了，也省点电。走右拐吧，直走那里有。右拐到这个宋官营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斜桥街。
哎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体力去南京了。我等于说这样搞的话，有2天没睡觉，但是人吧，确实有一些兴奋啊。几分钟加了3分钟了，那接近19分钟了。这边也环卫工人也扫着呢。这个城市的是这样子，我又好像看到一个流浪猫，拐到双井路了，这条路7弯就结束了。这搬什么的？啊，这边好像在装修什么。前面大概2点多的时候啊，这边几个工人好像就是1、2、3，他们一起在喊那个，好像在拆那个什么石头吧，啊，那种建筑垃圾给它装到车上，哎，还在装着呢，还是他们，弄了一晚上，就这么，就这个还在搬着呢，就那种反正碎石啊，建筑材料啊。啊，没想到天亮的这么早，4点半天就亮了，4点10几分天就亮了。那也就是说夜短白天长啊，各位，晚上7点40多天才黑啊。也就是说白天的时间挺长的，哪有时间唱歌早上？谁在唱高音？听到吗？左拐到中央大街那里结束了。真的有人唱歌。这一声啊要啊多久啊？你听到吗？有人在练高音啊。这是个人吗？在公园里面啊。这不是我配音的歌，他有人在练高音。这里有一个台湾的餐馆啊，有点那种像那种永和豆浆的感觉啊，就这个叫集美小镇连锁快餐，24小时的。他写的台湾的口味啊，等一下我挠一下这个脸，有个什么东西痒了一下啊，就写的台式的美食啊。台湾人可以讲一下，台湾有这个集美这个小镇吗？厦门有个集美区，我们也去过吗？集美新村什么也都拍过了。它24小时营业的，就有点像那种永和豆浆的感觉啊。好了，各位，彩蛋我们也加到这里吧，回到中山东路了啊。这个城市刚刚苏醒过来啊，我见过4点钟的镇江，也把这个情况分享给各位吧。吃个那个灌汤包胡辣汤被我赚到了，6块9就吃了。我刚刚想再点一份，没必要，反正这么吃一下，其实也不是很饿啊。骑到那个红绿灯路口那里吧，等一下想办法得买瓶水啊，到目的地或者等一下坐火车上也能睡一会儿吧，要坐1个多小时呢。是坐到南京南站还是坐到南京站？我看等一下买票啊，还有大概10几分钟我可以买票了。5点钟他那个12306的系统啊就开放了啊。你看看，明明有家租的房子，买的很好的床垫，在这里搞了几个小时，过成了流浪汉的生活。各位，右边是大润发的，这大润发是台湾的啊，反正在这边都是很正常的。还有中央大街啊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